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燕君。那这是有一个更新，就是第5只 UR 英灵冯萧出现了。对，然后它是火焰与雷霆元素的英灵，然后它比较像是在 PK 用途上。然后也有个清零探宝的活动，那基本上只要出新的英灵，都会有一些清零探宝的活动，就会有一些奖励啊，通关奖金、星数奖励啊那些的。对，然后这个还不错啦，有10个，累计15个，我记得15个就可以换一个武器。那每一个关卡的话都有1到3星的奖励，那最多的话就是10个关卡。然后还蛮帅的。3D 的画面的话就是这样。还有控制。那基本上这次英灵的部分，我们来先做个初步的讲解。那因为也是刚开放，所以我们来做个初步的讲解。那这边先感谢国外玩家跟国内的玩家，对，能够订阅追踪我的 YT。那如果还没有追踪的话，请再帮我订阅追踪一下，谢谢。那它的第一个技能的部分的话是随机释放雷或火的法术伤害，对敌人造成130%到170%，满级的话就170%的伤害。那它的部分的话，如果是高等级时雷元素释放的时候，随机释放到雷元素的话，它会消减对方目标的法力值，它跟乐章有点像。对，然后如果是随机释放到火元素的话，会减少对方的无双，那跟荒烈的大招一样，就是会吃掉别人的无双技能、无双值啊，削弱、消减。那先天技能的无双它的技能的话，它是属于是范围性的部分，然后它部分的话就是会对目标与目标半径8米拉到中心位置，并造成雷元素伤害之后，并随后会对小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火元素，并附加晕眩1秒。那如果练到满级的话，大约是晕眩3秒。好，主要也是打控制的啦。那它的先天技能就被动技能部分的话，就是在陆战的时候是会飞离地面，就变成是御空，像似羽这个技能一样，天使这个技能一样。然后御空的状态的话是免推拉的效果。那如果陆战中进入飞离地面的话，御空状态的话，它是免疫推拉的效果。那如果是说造成火元素伤害的时候，会施加对方目标趴的伤害减免，最多可以叠加3层，那就是9%，然后每层持续6秒，应该说每次持续6秒。那如果是造成的元素伤害的话，会减缓迟缓，就是降低目标的施法速度。那一样就是3%，最多叠3层，9%之后的话，每次的话重新释放的话是6秒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如果说它练满了之后，就是 double， 那就是9花9、3、9、6、3、18，对，18的那个缓速跟18的减速跟减伤啊，伤害减免，降低目标的伤害减免。那它的被动技能的话，就是提高雷元素跟火元素的伤害。
那跟之前的英灵差不多啦，那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。那它是属于是防御型的 PK 角色，PK 型的英灵，欢乐与乐章的合体版，就是这次的特色。哇，我们公会已经有人有了。我看一下他们3D 版本的造型。一页，你帮我照出来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它的3D。你帮我照出来。它不是有。我有点。你移动一下，被你盖住了。你移动一下，被你盖住了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造型啊。那它入站就会飞起来。那你说，如果是时装控的话，是我就觉得可以收集啊。那它比较偏向于就是预须的职业。走，我们去打木桩。我看一下战斗画面。我请我们工会的叶叶，就是去打一下木桩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他的技能的特效。雷属性、火属性，它身上会放的是雷属性跟火属性随机的属性伤害。那就现在等它的无双大招。哦 ，OK。感觉技能没有特别的华丽啦。哦，这个，对。
还有这个关，对，技能也不算特别的华丽，当然就是属于是 PK 型的英灵。那如果你没有着重于 PK 的话，可以考虑它可以抵荒猎跟乐章一次抵2只，那只是说它的比较随机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这次的视频的话有3个部分，就是所谓的新英灵介绍，还有关于闪卡的部分，闪卡篇就是产品篇，还有那个新的活动的闯关部分。那以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个人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异族光环，异族光环部分的话，异族枪环啊，破魔就是对怪的伤害，我会把它点好，点到8级。那不朽女巫的话，目前的话技能升级要求，我还暂时还不点，就是后面再点。你说这个技能升级要求是关系到什么？就是关系到我们的这个，关系到我们的这个，如果加权额外技能到80的话，就会有这些，就会提升到这个属性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会相对的提升到有对应的。那它的部分产品的话，就是降低这个要求，大约3级，电满后是3级。那白鸽的部分的话，它是属于圣堂跟那个一些需要无双的，缩短无双时间的那个职业适用，还有减伤。那我觉得推荐圣堂的话，优先处理这个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有些关卡雷池减少雷池的时间的话，冷却时间的话，释放速度就快许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是这个，有一个这个减少无双的消耗跟无双冷却时间8%。晕魂的话是无双伤害啊，跟无双伤害减免。那讲再讲解。那银灵换气的话，是我目前正在升的当中，它可以扩充战力跟增加英灵守护位2个，对，还有主要的话是伤害加深啊。那冲战力跟加权上去的话，也会提升一些额外的属性。那个人到后面目前再升的话是升这种东西，就会有这2个也会开，就等于说可以放8个英灵守护位。那吸色的部分的话是宝石伤害加成3%，最多加起来就是将近10%。那这个也很重要，对，但的话就是前后顺序也是相对的，看你哪个会比较优先啊处理。那宝石的部分的话就是砍入的话，它会有一个这个，它会加权10%每颗，所以我们看一下哦，就这边宝石会加权每颗，是在这样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有电话。那这边部分的话，就是我刚才讲到那边。对，宝石吸色的话就是宝石伤害身上装备的那个宝石属性加成。
满的话就会加成10%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虎骨灯，那是增加阴灵的亲密等级上限了。那我这边是没有去点，就只有点一个开通，加个63的攻击力。好，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歌者之麦。那为什么会点这个？是因为要点出云歌，它有个前置的，那所以我才把这个给点出来。不然的话，这个效果的话只有加背包的栏位，其实效率不大。那主要的话是它的前置，云歌的前置。云歌的话就是神印等级上限到增加3级，等于说增加最多可以加6级。那为什么要加这个？它因为我们的神印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神印的部分的话50到12的话，12星加50的话是满级满对，可是才5235。那如果要到这个的话，满的话要5550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种12加54或56就可以到达这个。然后相对的话就是洗练的这个会有评分。那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的属性不见得评分就高，所以就是需要靠这个去拉高。对，那像这个评分比较高的话，就是1250就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刚刚好。那就是差不多这样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闪卡部分。那云氏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2周年。2周年的话就是解锁所谓的破魔率跟御灵力。破魔率跟御灵力的部分的话，还有那个第3神格被动。那我优先是处理这个啦。可是相对要花很多的资源。那我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破魔率，破灵率是不是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对，破灵率跟御灵力，这个的话就是对玩家的伤害跟对玩家的伤害减免。那这里有一个，有没有对玩家伤害增加跟对玩家伤害减免？那破魔的话就是对怪。御魔的话就是对怪的减伤。好，那再的话就是它的神格这个生效了，就是因为有2周年，所以它就生效的话，第3个就生效。对，1、2、3。对，那伤害的话跟一些的特性的话会加的比较多。对，所以还蛮不错用的。好。那再来的话就是闪卡部分，物理伤害减免跟法术伤害减免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。那阴魂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技能有一个共鸣，共鸣的话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无双伤害加深 5.2 跟无双伤害减免 5.2。那你如果还没有解锁的话，没关系，建议的话就是先解锁这个。加3.5的伤害，无双伤害跟无双减免，然后再搭配，因为它这个话是占5个嘛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再加一个这个，释放武装后增加自身攻击力，这就很好用了。那闪卡的介绍跟闪卡中的产品介绍是这样。好，那再来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青灵探宝。青年探宝花部分的话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先把一些青年探宝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从1到10关。那刚刚一开始的话有讲解，那因为它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效果特性，那我们的话就是先开始进行。分别的话，我的习惯的话就是，攻击位会用前音，然后防御位。
然后这边分别选择，尽量选择提升攻击力的。前面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难度，就让它自动就好了。哎，不对哦，它还有属性，忘记放一个类属性了，这样会拖台。或者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因为刚刚忘记讲起来。它的话会有一个效果，清水，落雷，法律谱写晕眩。那有雷属性的话，它就3个死角尽量都开通了，那这样的话就很好打。然后继续挑战下一个，然后有传说的话可以考虑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选择适合的。那如果要反应速度快一点的话，建议用手动去按。